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上最大的危机往往包装成最难得的转机？最近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政团地震让投资人捏了一把冷汗。然而正当大众恐慌抛售英鹏时，摩根大通却逆势操作，在斯塔默辞职当天重启英盟多头布局，甚至直言英盟是 G10 货币中的唯一首选。为什么政局动荡反而成了买进讯号？在强势美元与疲软欧元夹击下，英盟凭什么获得顶尖机构青睐？今天我们带你拆解摩根大通的逆向外汇策略。摩根大通指出，自今年4月以来，他们就维持与市场相反的观点，英镑的高持仓收益、经济韧性、合理估值和偏低的多头仓位，在政局明朗后将提供求大支撑。因此，在首相斯塔默辞职、不确定性消除后，摩根大通重新建立英镑的多头配置，对抗欧元、瑞郎与瑞典克朗等低收益货币。摩根大通强调，现在正是利用英镑利差优势与基本面韧性赚取相对价值空间的黄金时机。我们来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依据。首先是政治已知未知数的实质减少。摩根大通指出，在关键的梅克尔菲尔德投票之前，首相斯塔默的辞职虽然看似是政局动荡，但实际上却标志着政治前景中已知未知数的重大减少。政局的底牌已经提前掀开。华瑞认为，市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当利空落地，政治噪音干扰降温，反而清除了解锁英镑上行路径的绊脚石，让资金重新聚焦经济实质。其次是英国实体经济展现出的强劲韧性。摩根大通指出，最近公布的英国零售销售数据表现极佳，零售销售量的年增率显著回升，这直接印证了英国宏观经济的强韧故事。华瑞认为，在全球经济成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英国消费市场的抗跌表现给了英格兰银行维持高利率更充足的底气，也让英镑在面对其他欧洲货币时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基本面优势。第三是欧元对英镑估值严重偏离公允价值。摩根大通指出，根据其滚动估值模型，考虑短期驱动因素后，欧元对英镑在今夏可能比公允价值便宜1到2个便士。华瑞认为，这种显著折价意味着英镑在结构上非常便宜，为机构资金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安全边际。最后是利差优势与部位配置的黄金交汇。摩根大通指出，他们先前虽然结清了英镑对瑞典克朗的多头部位，并保持观望以等待政治明朗化，但如今不确定性消除，英镑相对于欧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等低收益货币的高持仓利差将会重新主导市场定价。华瑞认为，在全球降息预期反复的当下，英镑的高利息回报就像一个磁铁，正源源不断地吸引寻求稳定收益的跨国资金。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目前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政治噪音与实质利差之间的时间差。投资人往往在首相辞职的新闻头条出现时盲目恐慌，却忽略了政治变局往往只是短期的市场波动，而各国央行之间的利差和实体经济的韧性才是决定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底层引力。摩根大通选择在政治风暴发生的当天重新布局，正是看穿了市场的过度反应，利用短期的价格扭曲去锁定英镑相对于其他欧系货币的高利差优势。面对全球汇市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投资人需要重新审视外汇与多资产的配置得计。首先是不宜盲目看空因政治事件短期受挫的货币，尤其是像英镑这种拥有高利差与经济基本面支撑的资产。其次是将欧元、瑞士法郎等低收益货币作为相对的防守或做空对象，战术性配置英镑来赚取稳健的利差回报。投资人应将接下来的英国零售数据、通货膨胀指标以及欧元对英镑的实际溢价走势作为持续调整这项配置的核心观察指标。总结来说，首相辞职的政治风暴在摩根大通眼里反而成了一场完美的逆向套利机会。当大众在恐慌中离场，顶尖机构已经用真金白银重新建立英镑多头，锁定了高利差与强劲经济的双重保障。这场宏观博弈再次告诉我们，在复杂的全球市场中，唯有看穿噪音，专注于基本面的人才能走得更稳。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